其实今天几点起来的？我是6点40起的。他说昨天才回北京是吧？对，古装的制作。昨天特别神奇，昨天现场是3点半化的妆，凌晨大概是5点半下班的，然后就拆了个头去机场。昨天晚上9点40的飞机，然后落地是11点半，然后赶过来的，还挺好。走了，再见横店。今天之后再接着回去是吧？对，今天等收工，然后去机场，然后就回去。明天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很早，估计是8点9点再化妆吧，可以睡会儿。你昨天看到那个直接冲到热搜榜第1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落地的时候说啊，是我呀，这种感觉。因为这部戏妆造确实很好看，然后再加上镜头的加持，所以就是整体沈西凡的一个造型都非常好看。正好是很适合春天的那种氛围。对，又是花儿，然后身上又是一些很温暖的颜色，就会感觉很明媚。但我发现大家现在很喜欢这种慢节奏且贴近生活的东西。我是第一次看在水池里面放这么多，因为它没地方了。刚刚我们还不小心把它碰开了，然后还流上去了。你平时会自己化妆吗？会，但是因为技术不是很好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用不上太多东西。假睫毛是到现在都没学会怎么粘，我还买过网上那种就是磁吸的，根本吸不住，很难。我是 INFJ， 对，绿色小老头。我今天还看那个微博上有人说何苏也是 INFJ， 我说哎，那我跟他一样这种。那实际你们俩相处过程当中谁更 I 或者谁更 E？我们俩都挺 I 的，就是那种见面就是啊你好这种。很客气。我感觉你们的花絮有些比正片的片段还更好看。对，因为林赫很会就完成一些就可能剧本上没有的东西，然后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，加进来之后就感觉这两个人不一样了。你知道我在配音的时候给自己配哭了吗？我就配完之后出门爆哭，我说什么时候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我说学好像真的碎了，就是因为好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会看到两个为爱萌动的人，然后互相爱着对方，然后时时刻刻想着对方，然后还在就是互相在0点祝对方新年快乐。你知道我当时配完音，我出来在坐沙发上哭，我就真的我当时边哭边说太幸福了，我太难了，就这种。24年其实算是一个种种子，然后在耕耘的一个程度，然后等25年就会看到，因为25年其实应该是我去年的3部戏都上。爱你啊，烟花少年啊，然后还有先拍的一整，好像打算年底上。感觉25年是一个被检验的时候，然后也看看自己24年的哪些成长吧。然后觉得说，还蛮紧张的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拍之前就知道可能要折，我就做功课了。然后那天之前就折了好多纸青蛙在家里。其实我小时候特别不会折纸，因为我没有耐心。现在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人终究会长大，还是会变一下。小时候也没想过会有一天成为演员，还真的是，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。小时候可能就觉得以后长大的我就是朝9晚5，然后每天上班。那现在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就觉得还蛮神奇的，很有趣。人生就是每一步都不确定，但每一步都是一个惊喜吧。看了，当时应该是看了《明龙》和《夏花》，就觉得说我可以演好这个角色，他就来找我了。第一句话我说：“姐，你是咋觉得我会演古装的呀？因为我一直在演现代戏。”姐就说你要相信我，然后也拿了很多他认为我的古装是怎么样的古装适合我的一些照片，然后我说好像还可以试试看吧。他折完了，按屁股他就可以跳起来。我头发最近可干了，不知道为啥。北京就很干，横店也干。是不是漂过呀？又染？爱你的时候老染头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板子，是你去年到今年上的一些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热搜，然后我们的问题也会依次按照这个热搜版的话题词来进行，因为在采访中你会提到说夏花之后你变成了更加主动的自己嘛，那爱你这个戏之后，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
因为其实夏花它整体风格都特别的直球，但是我觉得爱你更不一样的是去感受别人对你的爱。罗素也是一个主动方，然后沈西凡是个接受方。就说实话，我刚开始拍爱你的时候，我特别不习惯，我当时就一直在想，我说，哎，我就在这儿接受，不给他那个更多的反馈可以吗？然后也纠结了很久，最后感觉还是可以的。有的时候学着去接受一些爱意，或者接受一些温柔，就让自己变好，然后等着被爱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会去看，毕竟身为一个就是公众人物，你有很多社交平台，各种社交平台都会接收到不一样的声音，你是逃不过的。那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评论？就是牙嘛，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纠结，说怎么办，要不要去改？但是时间很长之后，其实自己来说是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这就是我啊。其实我本身就不是那种很标准的女孩子，大眼睛、小嘴巴，然后白白的皮肤、小小的脸。我如果改变了我的牙，那我还有眼睛要改变，我还单眼皮呢。我下巴又短，我是不是又要去把下巴变长？然后要不要把我的下颌角给它让它消失掉？我一旦动一个地方，我有太多地方要动了。而且我觉得你自己的样子就是老天爷给你的，你又何必一定要去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呢？不然你会把自己丢掉的呀。因为全世界就是你一个人嘛。因为可能对于我自己的职业，我是演员嘛，演员的话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大家所认为的标准是在偶像剧里，他希望是这样的标准，但是我的戏路不仅是偶像剧，我还想演悬疑，还想演现实主义题材的戏，我还想演古装。那如果我为了一个点去动的话，那我其他的角色适配度可能就会变低。与其这样，我不如表演的时候多注意，然后或者是去用自己的演戏，或者是用别的角色光环把它盖住。然后就是坦然去接受自己吧，因为你如果自己都为难自己的话，你活得有多难受啊？所以就没关系，焦虑都会有，因为大家对于美的感受是会变的。你说2000年的审美、10年的审美、20年的审美都会变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先坚持住自己就是自己，偶尔焦虑，但是更多的是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，不要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，就是还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吧。2024年1月的时候，徐若涵演技这5个字上了热搜，就在《爱你》播出的当天，徐若涵演技又上了热搜。就这2次，你自己会有一些就是心态上面的转变吗？希望今年会比去年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让大家讨论吧，因为去年的角色应该是夏花跟明龙少年，对，这2个角色其实也是属于偶尔会大放的角色，但是对于沈西凡来说，他是一个更多收着和给反应的角色，所以我觉得说，虽然说同样都是讨论演技，但是也会从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反馈去讨论，这还蛮好的。就是能被讨论是好事，如果有一天都没有人讨论你的话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。作为非科班出身来说，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方式去揣摩演技啊，或者去做角色上面的一些工作？就是感受技巧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学过很多。如果一定要去调动技巧，我觉得反而就失真了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就把自己的情绪去调动进去，然后让你成为他，然后去演他，我觉得会比技巧会更真诚一点吧。我们下一个词条是叫徐若涵导师团全票通过。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哎。再给他一张红卡吧。好，给。我觉得可以发给他。给吧。哇，没试过一次通过的。我当时其实也挺懵的。我个人认为，之所以那场戏演得好，是因为可能我刚刚诠释完程雨山这个角色，他刚好出的小考这个题目跟那个角色很相像，所以你完成了它，所以是 OK 的。至于天才不天才，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世界上不存在完完全全的天才演员，大家都会有短板的。身为演员，你也知道自己的弱项在哪儿，就是接受大家的肯定，然后给自己有一定的鼓励之后，你再去弥补自己不好的地方就好了。就去年遇到一些事情，很想去辩解，想跟所有人说不是这样的，但是现在感觉就是说，你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，不如你就先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完成好就好了。世界上太多人了，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对你满意，只要你自己满意和身边你在意的人对你的想法是好的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对，天哪！我说有一天我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站到高位啊！我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当时可能就会有一点无措，然后当天晚上尔导就说，因为我不是哭了嘛，你现在哭的意思就是你是对的，我的处理是错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对不起，出去，
出去！我的现场不能有人这样哭的，你出去休息。然后尔导就说为什么不让你哭呢？是因为你这样哭在现场更容易被欺负。我觉得是他还有另外一趴去告诉你去解释，他可能也是照顾你，只是他说的方式和就是说的那个状况不一样而已。没关系了。对，也是因为从当演员到现在，就可能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然后突然出现了，然后也会很无措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那段时间也是泪失禁体质，然后可能就会很容易去爆发出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不会因为别人的话去抹杀掉自己的辛苦。然后就是我觉得君子论迹不论心嘛，你没有必要去自证，除非有一天他在我面前指着我说你就是资源咖，然后我说哦。我觉得没关系，说不定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或者是一个资源咖，你也会因为这个 title 去点进去来看我的戏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。这心态真的还蛮适合当演员的。因为你终究是要长大，就可能对于演员来说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质疑。因为如果你纠结这个事情，然后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的话，其实也蛮难受的。不如就看开一点，你不会比昨天自己更年轻了。日子是你自己的，别人说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，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去完成吧。因为每一次的小考什么都是体验，但是不要因为一些小考的不好去否认自己。或者老师说你什么去否定自己，你要认清楚自己的来时路，然后慢慢变好就好了。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，这对演员来说很重要。种子的话就等我开花吧，不着急。我现在目前还不打算离职，所以就应该还会再干个10几年，大家慢慢看吧。以后会拍出好的作品给大家的。我觉得虽然大家是属于一个同年龄段的人，但是大家其实每天面对的挑战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完成自己的挑战，把自己这条路走踏实就好了，就不用说就是他干什么我也要去干什么。我觉得这样会把自己的计划打乱。然后2025年也有新的尝试嘛，就是第一次演古装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。从不习惯到习惯，因为我们当时学礼仪，然后手就这么摆。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出习惯了，有的时候站那儿，然后手就这么放了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不对，这是古人姿势，快拿下来，就这种，就是感觉拍一种戏，它会以另外一种习惯刻在自己身上，还蛮有趣的。最大的惊喜就是，好像自己的古装造型还蛮不错的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还挺好看，因为好看的造型会给一个演员有更多的自信。我反而觉得说，好像我可以完成它了，然后挑战的话就是背词会有点刻板，因为它有的时候很文绉绉的。然后每天早上就是，我记得我们化妆间不是两边嘛，左边在画脸妆的时候就在那打瞌睡，然后到画头发，然后就拿剧本在那看，就是在背，但很好玩，还蛮有趣的，很期待作品上的时候。好，我加油，还没拍完呢。然后下一个词条叫徐若涵用心，画头像是吗？对，我当时怎么想着给大家画头像的？因为其实缘起是我画了一个 Q 版的沈西凡，然后大家就说，哎，你画沈西凡，你要不要把何苏叶也画了？我说可以啊，然后想说，哎，那何苏叶画了，我们要不要把就是大家都画了？然后说也可以，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前一天一直在拍我，然后晚上就熬夜，然后就在画头，觉得说，因为大家拍完戏就各忙各的，然后好不容易戏上了，也算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吧。就是有一天我们可能5、6年过后，我们点开微博头像，还会看到那个画，以后就会想起，之前我们爱你剧组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因为我们微博头像不会一直在记录嘛，有的时候你打开就会看，这是我的来时路，就会很开心。我给自己说点什么好呢？因为我们老是在机场会碰到一些粉丝，现场也会碰到一些粉丝，他们就会说你可不可以祝我生日快乐，然后我就一直在给大家送祝福，但是真正给自己的祝福其实还蛮少的，就很少会自己给自己写东西。都27了，天哪！小时候看那种什么适婚年龄23、24，我说哎呀，什么时候会到适婚年龄？现在超了好几岁了，好像能说的话很少哎。那就问一下有没有完成现在自己想完成的事情吧。
好嘞，我们不能最近展示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信封，选一个你喜欢的信封，然后把它封存起来。我们也不看，等1年之后开盲盒。好。1年之后，我还给自己问了三个问题。flag 吗？也不是，就是问问那个时候大家还好吗？可以把这个贴起来。然后也对镜头展示一下，我们谁都不会再打开喽。希望它可以年底吧，差不多。挑一个你想打开的日子，觉得合适了。等古装播吧，或者是等烟花播吧，都可以。我们观影团的时候见。掌声欢迎我们电视剧《爱你》的主演们，欢迎张凌赫、徐若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若涵，在《爱你》里是沈西凡。大家好。因为这是我送他的第一份不经意的礼物吧，因为我们2个人其实一起度过了4季，然后其实大家知道郁金香有很多颜色，就感觉我们2个人一起经历了春暖夏凉，然后一起走了一辈子的感觉。收看电视剧《爱你》。他第一次参加微博这剧场的感觉如何？就还感觉蛮开心的，因为感觉大家都很喜欢《爱你》，然后每一个人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剧情里的东西，所以感觉说哇，大家有认真在看哎，就会觉得很幸福。那和面对面的观众交流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？有人叫我稀饭，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一次微博采访，我就说为什么要当演员，希望有一天有人路上能喊出我的角色名，而不是我本名。然后今天微博那边就有人喊沈西凡，然后突然一下就觉得哦，好幸福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记住了我的角色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哎呀，今天好开心啊，李健好好玩啊！快，西凡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是你的爱情报，期待下次再跟大家遇见吧。